这样我们画一下这个花蕊，类似于这么一个形状的一个叫雌蕊。它这个如果说用色去表现，它基本上呢就是这么几点，这是一种形式。如果侧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看不那么多了面儿。这种形式，这是雌蕊。雄蕊呢，我们要调成金黄色。它基本上是围绕在雌蕊的周围点交叉一下，长短要有区别，聚散也我们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分点一些，这就是花蕊，这是侧面的点，一定要提笔，上面大，下半部小，尖一些。交叉一下。然后再分点一下，基本上花蕊就是这种点法，这种点画法。在这个画浅色花的时候，一般的呢用这个红颜色的或者赭色颜色的这个花蕊，在这个画雌花蕊的时候，各色打个底，然后呢再加以石青或者石绿附着在这个雄花蕊的上面，增加它的厚度。再调颜色，调这个珠标的也可以，调赭石的也可以，尽可能呢浓重一点。这样呢，我们表现一下这个花蕊的画法。这个点，刚才我说过，就是要顶头鼠尾，好像豆芽棒状的，上重点下轻，然后一笔一笔的围在这个雌蕊的周围。要有一些高低长短的变化。然后有点散落的小花蕊的小点儿，这样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个雄花蕊和雌花蕊基本上表现完毕了。另外呢，我们再画一个墨色的，也是先画一个雌花蕊，这是一个表现。我们用浓重一点的墨点点画，方法也是这样。分散点一下，这种花蕊基本上是在这个浮瓣的花型当中体现。
花蕾呢，基本上是由这个花萼、也就叫花蒂组成花瓣儿。这样呢，我们先调一下，画个粉红色的，头稍重一点，上重下轻，粉的，然后再回笔，再敷一笔。上面呢，找一下形，基本上这个小花头就可以了。这样一个花蕾，一笔尖朝上画这一个形，然后从上面敷笔下来，再从下边敷笔上去，再从左面再敷笔画一笔，上面稍微的整理一下，这个小花头基本上就完成了。下面呢，我们还要画这个花蒂和花苞。花苞呢，一般呢就是它是用这个石绿色和石青色加黄色来组成的。笔尖的头部，笔尖上调胭脂色，画这个花苞。花蒂，然后用这个颜色，接着就画花茎，或者是花茎的小枝，这一笔啊，基本上就完成了。我呢是画的时候是用这个石绿、石青的颜色加墨色表现，它只是一种区别。这两种表现方法，在勾叶筋的时候，如果胭脂的，那一定肯定是用胭脂色去勾一下叶筋；墨色的，勾一点墨色就可以了。刚才那个是花朵，花瓣还没有展开，画一个微召开的。调色和原来的是一样的，也是笔尖部分重一点。这个呢，用笔它多变，刚才我是在左侧先用笔，现在我在右侧先用笔是一样的，然后包过来，再画上去，再画一点。这个呢就是张开一点。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部位稍微强调一下，这基本上是一个半开这个尾开的。滤这个花萼和花托的时候，花苞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这样调颜色。基本上这是一朵，再画一朵，给它开的再多一点的花瓣。这个花瓣已经开的上下开放了，花苞颜色和花萼画一下，还是那个绿颜色。这个小花萼啊，
可长可短，可多可少，因为增加些线条感也未尝不可。另外，我再画一个墨色的，和画这个墨牡丹的这个颜色过渡啊，差不多，调的后边淡，前面稍重一点。这是墨色的一个花头，画这个墨色的花苞和花萼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它的浓重的区别。下面我这个画一下牡丹的叶子的表现，先调黄色，石绿、石青，加一点石青，再调一下，基本上成个伪绿色就可以了。笔头部分呢，稍微加点墨，也可以加曙红。这个牡丹花叶啊，一般的是3叉9顶。这呢，我们先画一片叶，一片叶的3个顶，这是一片叶子，三个顶，这是1个顶、2个顶、3个顶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画这个3个叉，再分别这3个叉上画叶子，画3片叶。这样我们趁这个花叶尾干的时候勾叶筋，勾叶筋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焦墨、浓墨去表现。脉线，这是一个方向不同的一个。这是一个，这一组也是，这一组呢可以表现成根据这个叶子的组合啊，可以表现成翻叶。这是3个主要的墨线，每片叶子上3个主要的墨线，这也可以说是9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 3叉，1叉、2叉、3叉。然后呢，主墨线还有一些辅助的小墨线，也要表现出来。这个是反叶，反过来的，这也是反过去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变化。这是根据这个花叶的用笔自然形成的一种东西，自己找一下。这时候画完基本结构，这个花叶的结构基本上这样。我们画的时候啊，还可以